呢？林秀秀，孙志高，这是我跟秀秀的婚礼。我没死，我竟然重生回了成亲那天。大河，我妈跟你说话呢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看着怪吓人的。被未婚妻和好兄弟联手骗光家产，郁郁而终。这一次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我告诉你，程大河，今天这亲要想结得顺当，你必须当场再加2个月彩礼。亲家母，这可使不得啊！之前说好的彩礼钱，这怎么临下轿了还要加钱啊？哥，听兄弟一句劝，女人一辈子就结一次婚。程大河，这是什么态度？以前对我可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是我瞎了眼，这婚老子不结了！你说什么？大河，你疯了！大哥，你别冲动啊，这可是大喜的日子！都给老子滚蛋！想把老子当冤大头，你们做梦去吧！程大河，你刚才喷什么粪？有种你再跟我说一遍！我说这婚老子不结了，没听清楚？我给你写在大门上。老大哥，这是真货色，连林秀秀都不要了。就你这种坐地起价的货色，留着给你妈送终吧。这些年我给你们林家当牛做马，买肉买布，48条的全套家具，哪样亏了你们？你们这哪是嫁女儿，分明是卖牲口！大哥，消消气儿，秀秀也是一时糊涂，你快给婶子道个歉。这光棍的滋味可不好受，你错过了秀秀，这辈子怕是都要打光棍了。孙志高，别在这假惺惺的煽烟风。你这么稀罕，你娶回去供着啊！我看你们俩凑一对，倒真是为民除害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程大河，你个疯子，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林秀秀，从今往后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咱们生死不相干。还有，属于我程家的彩礼，1分钱1根针，你们都得给我吐出来。林大娘，把门开开，把我程家的定金、礼金还有3转1响原封不动的给我退回来。退彩礼，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你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掀了婚宴的桌子，让我们林家丢尽了脸面，你还好意思上门要钱？丫的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今天这婚没结成，到底是因为谁？来抢劫了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！各位叔伯兄弟，大家来的正好，今儿个请大家伙给评个理。我程大河为了娶她林秀秀，之前2家说好的礼金和3转1响，我爸妈砸锅卖铁，差过1分钱没有。结果呢，就在今天婚礼现场，他们林家突然变卦，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不给钱就不下轿，不结婚。对，他们这就是看准了我们程家老实，想把我们当冤大头，坐地起价。这林家办事也太差劲了，哪有结婚当天坐地起价的？真是不要脸！程大河，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让大家都下不来台吗？绝，是你们林家先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你少吓唬人！你看我是不是吓唬你？本家兄弟们，帮我把自行车和缝纫机抬出来。好嘞！拿走，赶紧拿着滚！以后就算你死在外面，也别想再来求我们秀秀。放心，你们林家这大门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踩进来一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刚退了婚的英雄好汉程大河吗？不想着怎么托人再介绍个媳妇，买这么多木料干啥？这能当饭吃啊？这跟到这也是常识啊。木匠手艺现在满大街都是，谁稀罕啊？满大街都是手艺人，但能做出真正好东西的没几个。别说，大河这拉驴的架势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，比他爹当年还利索。哼，架势好看有什么用？现在城里人都流行买组合家具了，你在这儿刨木头，纯粹是白耽误功夫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叫48条腿的全套家具，前人的精学榫卯工艺，不费一颗铁钉，能传3代人。哎呀妈呀，这太师椅坐上去肯定稳当。大河，你这手艺绝了，这哪是摆弄木头，这分明是变戏板啊！好看有什么用？没人买，还不是砸在自己手里当柴烧？咱们走着瞧。请问这是程大河程木匠家吗？张大伯，是我，您快请进。您今儿个过来是？哎呀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大河，我那大儿子下个月就要办婚事了，正愁满镇子找不到像样的木匠打新房家具。刚刚我在村口听人说，你这手艺绝了。好，这料子扎实，这工艺地道，连镇上百货大楼卖的上海货都比不上这1/1000。大河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，
我儿子的结婚家具全套都由你来做。既然您信得过我，大和一定保质保量，绝不丢了老祖宗的手艺。痛快！这里是50块钱定金，你先收着，不够回头我再给你补。张大叔，你可别被他2句漂亮话给骗了。大和，别理这种长舌妇，这活儿你就安心干。请问程大和木匠在吗？我是邻村来送木材模具的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，大和，你这手艺简直神了！哎呀，大和，这是说好的余款，还有老头子我特意给你封的大红包，祝你以后的日子也红红火火。谢谢张大伯，祝新郎新娘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大和，你现在真的出息了。其实我当初也是被我妈逼的。林秀秀，收起你那副恶心的嘴脸。当初在婚礼上嗑瓜子看戏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。程大和，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好歹咱们也差点成了一家人。你赚了这么多钱，分我一点怎么了？你脸皮怎么比纳鞋底的锥子还厚？我程大和挣的每一分钱都是靠这双手刨出来的，跟你林秀秀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！你别后悔。爸妈，儿子说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就一定会做到。这只是个开始。这山路可真够陡的，不过为了能淘到上好的红松木，多跑几里地也值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偏偏这时候爆胎！姑娘，撑住了！同志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！要不是你搭手，这车木材连人带车都得翻沟里去。没事儿，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？这车胎爆了，你一个人根本推不动，交给我帮你推过去。我是西柳村的程大和，是个做木匠的。今天去林场就是想瞅瞅有没有好料子。你呢？我叫田小月，就是林场那边村子的，平时经常帮林场送木材磨布具。听人说过你，说你榫卯手艺高得很。小月姑娘说话真是爽快。大和，听说你这木工作坊要招学徒，算我一个呗。我脑子灵，干活也舍得下棋。还有我，只要你肯收我，我保证起早贪黑，绝不偷懒。叔伯兄弟，这工钱比镇上还高一大截呢，跟着大和干准没错。看到他这样，我这心里就像有猫在抓一样，难受死了。秀秀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顺风顺水下去。他不就是靠着打家具的名声吗？要是咱们把他的名声彻底堵住，看谁还敢找他做东西。你想怎么做？哼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咱们只要联手想个万全的法子。好，只要能让他栽跟头，让我出这口恶气，你说怎么做我都配合你。大家都瞧瞧啊，这就是程大和刚打好的家具，纯属糊弄老实人。就是这年头黑木匠多了去了，大家伙可千万别上当受骗，花冤枉钱买一堆烂木头回家当柴烧。孙志高，你喷什么屎粪呢？跟他们拼了！都给我住手！孙志高，前几天你还在院子外面嚼舌根，今天就带着流氓直接踩到我作坊门里来了。你说我用的是劣质空心木料，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哼，你一个连彩礼都凑不齐的穷光蛋，给我看清楚了！结实的很，连个虫眼都没有，这是真正长了几十年的好红松啊！孙志高，呸，心眼比针尖还小，你这就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滚！再让我看见你带人在我这儿捣乱，这把斧头下次劈的就是你。师傅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咱们这儿的红松木料马上就要见底了，可外面找了几家林场，都说最近供不上货，咱们接的那些家具订单可就要彻底停工了，这传出去太砸招牌了。别慌，天塌不下来，咱们把现有的料子先用着，木材的事儿我亲自去跑。大和哥，大和哥，你在家吗？小月，可算赶上了，大和哥，我前天听林场的人说，你们村现在缺红松木，这2天跑遍了周围几个和我相熟的林场，多亏我平时积累了点人脉，硬是帮你磨下来了这一大批松料子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快喝口凉茶解解数。
大和哥，跟我你还客气啥？你手艺这么好，心思又正，我就是看不惯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诚心看你笑话。只要能帮上你的忙，我受点累算啥？大和，大和，你在家吗？林秀秀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程家的院子不欢迎不干不净的人。大和，我知道你心里恨我，可当初在婚礼上，我一个姑娘家哪里做得了主啊？我心里其实一直是有你的，一直有我。林秀秀，你嘴里有一句实话吗？怎么现在看见我挣钱了，又想回头来吸老子的血？程大和，你说话别太难听了！我一个大姑娘，大白天主动上门来找你，面子都不要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咱们重新开始不好吗？前世的账我还没跟你们算完呢，给我滚远点儿！我程大和就算打一辈子光棍，也绝不可能娶你这种势利虚荣的毒妇。自重两个字怎么写？回家让你妈教教你。程大和，你这个冷血的疯子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！你给我等着！程大和那个该死的穷鬼，今天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滚，还把门砸在我脸上，这口气我死也咽不下去。秀秀，你先别急，我今天带人去他作坊挑刺，结果那小子当众劈木头，反倒让我成了全村的笑柄。这小子自打退婚以后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精明的厉害。那难道就这么看着他日子越过越红火？明里斗不过他，咱们就走暗线。我刚好认识一个外地的黑心木材商，咱们可以从他的原料上狠狠下一记黑手。原料？你想怎么做？那批木料可都在他院子里堆着呢。这就需要你大掩护了。等过几天深夜，我想办法弄来几桶废机油，只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往他那批核心木料上一泼，机油进木纤维里，那木头就全废了。他交不出东西，不仅要赔大笔违约金，名声也得彻底臭在大街上。我要亲眼看着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跪下来求咱们。记住，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等过2天，趁着月黑风高，咱们就动手，直接让他程大河彻底翻不了身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快出来看啊！出大事了！师傅，咱们这批准备给县城刘局长打红木大床的核心料，全毁了。哪个丧尽天良的干这种缺德事儿？这种工业废机油，咱们柳河村只有那几台老拖拉机才用。师傅，你是说有人诚心害咱们？不管是哪个，既然他们想玩阴的，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把大门关上，这件事谁也不许往外传。刘局长的货，我1分钟都不会迟。大和，听兄弟一句劝，没那个发财的命就别硬撑。这么贵的红木料子都废了，你拿什么给县城刘局长交货？就是，先说这档子事儿，我看你拿什么收场。师傅，别跟他们废话。都给我退下！孙志高、林秀秀，你们大清早结伴从我程家门前路过，连刘局长后天要提货的日子都摸得这么清，看样子你们昨晚也是一夜没睡好啊！哼，少在这给老子扣帽子！老子是看在以往的情分上，来劝点关门歇业，免得最后赔得连裤子都不剩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们俩还是多留心自个儿吧。你鸭子嘴硬，看你后天怎么死！师傅，林秀秀和孙志高这2个畜生欺负到咱们脖子上拉屎了，咱们现在还在这憋着，工人们心里都快急疯了。对啊，师傅，后天刘局长就来验货，这满院子的红木全被机油泡黑了，咱们就算是不吃不喝重新打，2天时间也根本来不及了呀！都给我闭嘴！手艺人的心要是乱了，手里的锯子和凿子就彻底废了。你们过来，仔细看看这木头。看啥呀，师傅？这不都成一堆烂烧柴了吗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机油虽然破坏了木材的表面，但你们摸摸看，这里面的红松和红木质地依然坚硬。既然黑色的油污已经进去了，咱们为什么非要把它洗掉？这叫化腐朽为神奇。咱们利用这些带有特殊墨色纹路的木材，给它来个深度碳化，
再用细砂纸反复打磨。师傅，最后一层清漆上完了，整整2天2夜，咱们总算是把这套书柜和写字台给赶出来了。我的天爷呀，这还是前天晚上那堆被泼了机油的烂木头吗？这颜色，这质感，简直神了！成不成就看这一次了，把上面的防尘布给我盖结实了，一丝风也别露出去。大和哥，我听说你的料子出事儿了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大和哥，你这手艺在全镇不在全县那都是独一份儿。这下我看那些存心看你笑话的小人还怎么嚼舌根儿。哼哼，他们现在怕是正咬着牙在外面等刘局长来砸我的招牌呢。走，把大门给我彻底打开，咱们请客人验货。秀秀，今天刘局长亲自来提货。刘局长来了，坐的是公司的审计车来的。大哥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程师傅，3天时间到了，我定做的那套高级家具做的怎么样了？过几天就是我家老爷子的寿诞，要是耽误了事儿，这责任你可承担不起。他要是拿不出货，或者拿烂木头糊弄你，你可千万别放过他。真有这回事儿？刘局长，甭听某些疯狗在外面乱叫。做手艺的讲究的就是信誉，您要的东西就在这帆布底下，是好是坏您亲自验货。天哪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好一个艺术黑檀风，艺术品啊！程师傅，你这是化腐朽为神奇，这品味太高了！我个人做主，当场给你加价30%。多谢刘局长赏识，大和一定不负所托。以后咱们常来常往。刘局长慢走，以后有什么需要，您捎个话程，大和绝对随叫随到。大和真给咱们柳河村长脸啊！废料都能做出金疙瘩来，这本事谁比得了？孙志高、林秀秀，你们俩走这么急干啥？这就打算回去了？志高，你过来闻闻，这瓶子里装的工业机油，味道是不是特别熟悉？我记得你们家老拖拉机上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劣质黑油吧？程大哥，你少含血喷人！这破瓶子指不定是哪个拾荒的扔这儿的，跟老子有什么关系？你猜警察信不信你的鬼话？程大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还揪着不放干什么？揪着不放，林秀秀，做贼心虚的是你们，有些账迟早是要算清楚的。今儿个有乡亲们作证，我不报警是给村里留面子，但要是再有下次，老子直接废了你们伸出来的爪子！大和哥，刚才真威风，看把他们吓的。这只是反击的第一步。小月，有了这笔钱和刘局长的门路，咱们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各位乡亲，今天咱们西柳村程家木器厂正式成立了，要干就干场大的。大哥，你这厂子招工，你有啥条件呢？大爷，老实听话，绝对不给你添乱。只要是手脚干净、踏实肯干的西柳村乡亲，我程大和举双手欢迎。招工名额有限，大家伙来我这登记。承包个破砖厂买2台养鸡器，就真当自己是厂长了？我看你这摊子铺的这么大，过几天发不出工钱怎么收场？大和哥，你在家吗？大和哥，招工登记表我都整理好了，还有后勤和伙食这一块，工人们每天干体力活。我订了镇上最新鲜的猪肉和细粮，保证大家吃饱吃好。小月，这厂子刚开张，千头万绪的，多亏有你过来帮我抓后勤管理，不然我真是分身乏术。大和哥，瞧你说的，你的事业格局彻底打开了，我能帮你守好后方，心里高兴得很。咱们西柳村的手艺一定会从这个厂子走出去。各位跑大车的老板，你们都快过来瞧瞧，我们这儿的家具款式跟西柳村程大河那儿可是一模一样，但咱们的价格呢，直接给他便宜1半。哎呦，林姑娘，你这话当真？今天只要你们订货，一律半价出货，痛快！那我今天当场给你拍在这儿。师傅，大事不好了！孙志大那个狗东西不知道从哪儿借了一笔钱，在隔壁村也搞了个大作坊。那个不要脸的诚心恶心咱们，把我们最新设计的家具款式全给暗中模仿了去，
林秀秀还在外面到处帮他吹嘘，说他们那里的价格比咱们厂便宜整整1半，好几个以前跟咱们相熟的商贩都贪小便宜动摇了。今天一大早就纷纷跑到孙志高那里去抢着订货。他喜欢低价学，就让他去学。师傅，那可是低了1半的价格呀！大家都去他那儿订货，咱们的工人过几天可就没活干了。家具是每天都要用的物件，质量才是硬道理。孙志高贪图速度和暴利，绝对撑不了多久。通知下去，厂里继续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，绝对不允许偷工减料，坚持使用最好的木料。孙志高的恶劣模仿，很快就会自食其果。师傅，我今天去隔壁村打听了，孙志高那作坊现在狂的没边儿。他为了赶进度多赚钱，进的木料全是没阴干的湿木头，连胶水都用的是最便宜的掺水劣质胶。是啊，师傅，外面好几个贪便宜的商贩都说孙志高那儿交货快。咱们做的家具是乡亲们买回家天天要用要传代的东西，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，讲究的就是一个真材实料。什么时候轮到用掺水偷工减料来应付事儿了？他孙志高用湿木料、劣质胶，做量看着差不多，只要天气一干燥或者稍微磕碰，家具保准严重变形散架。大和哥说的对，做生意要是没了良心，那就是自绝后路。咱们程家木器厂的品质，在十里八乡都是有口齐碑的，绝不能为了跟小人竞争，就砸了自己的招牌。小月说得好，咱们坚持使用最好的干料和头道胶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程大河顶着。孙志高想玩火自焚，咱们就冷眼看着，要不了多久，他的报应就该上门了。孙志高，你个丧尽天良的骗子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各位老板，有话好说，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就是你便宜1半卖给我们的高档家具，这才拉回去几天啊！天气稍微一干，这板子裂的能塞进大拇指，里面的胶水轻轻一抠就成粉末了。你诚心拿废料和掺水烂胶糊弄我们是不是？老子拉回县城去卖，当场就被退了货，把老子老脸都给丢尽了。各位老板，这做工的事儿都是底下的工人弄的，我手头现在真没现钱呀，要不你们再等几天。大河厂长，大河老板，哎呀，真是对不住，当初是我们鬼迷心窍，贪图孙志高那点便宜货，结果拉回去全成了一堆废品，差点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。各位老板，快请坐。出门做生意，看重价格是人之常情。不过咱们手艺人讲究个良心，我为了图快用湿木头，一到干燥天气准得缩水开裂。师傅，太棒了，咱们现在上百套作业活，这季度的奖金我给大家翻倍。小月，这段日子工厂里里外外，多亏你一个人抓后勤，委屈你跟着我天天受累受汗了。大和哥，瞧你说的，看着咱们工厂一步步开阔起来，乡亲们也跟着过上了好日子，我这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呢，哪里知道啥叫累。我程大河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，就是那天你走进了我的院子。小月，往后的日子，你愿意让我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，咱们相伴一生，一块把未来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吗？大和哥，我愿意，往后我都跟着你。刘老板、赵老板，那笔债我一定想办法还，你们再给我几天时间，别把我往死里整啊！几天时间？你个两面三刀的无赖！现在你的工坊连一根好木头都找不出来，你拿什么还？今天不把欠我们的货款和赔偿金吐出来，咱们就直接把他扭送到村委会去。孙志高那个窝囊废彻底垮台了，欠了一屁股烂债，咱们家真是一点光都没沾着。还满顶嘴，你在周围十里八乡的名声早就烂透了，现在哪个正经人家愿意娶你，你就等着在家里跟老娘一起饿死吧。程大河，你为什么不肯拉我一把？请问这里就是细柳村大名鼎鼎的程家木器厂吧？哪位是程大河厂长？同志您好，我就是程大河。
请问您怎么称呼？今儿个来咱们厂里是有什么大活计？程厂长，实不相瞒，我们饭店最近要进行整体的大规模翻新，这只要求你能保证质量，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。不过我们厂的活儿质量上确实敢跟城里的大厂子碰一碰。同志，您先请进，我带您看看咱们刚出厂的一批货。好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这实木料子选的地道。我的天爷啊！200套高规格实木餐桌椅，这可是咱们建厂以来接到的最大的一笔巨额订单啊！大河哥，这采购经理亲自上门，咱们厂这回可要在省城彻底打响名气了。好，这单子咱们接了。全场的老少爷们儿，大家都把手里的活计先停一停，听我说几句。大河厂长，是不是又有新活计了？对，刚刚省城大饭店的采购经理上门跟咱们签了合同，整整200套高规格的实木餐桌椅。天爷啊，200套，这可是咱们厂成立以来最大的买卖啊！大家伙先别急着高兴，省城饭店翻新催得急，这一仗是咱们程家木器厂能不能在省城立足的终极考验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吃住在工厂，亲自检查每一批出厂的木料。老少爷们儿，大河厂长在前线抓质量，后勤和伙食这一块由我田小月盯着。我每天给工人们准备大块的红烧肉和白面馒头，保证大家精力充沛，绝不让任何一个人饿着肚子干活。拧成一股绳，干劲儿冲天！所有人听令，立刻开工！师傅，这雨下的太大了，村口那条土路全被你给糊死了，拉木材的卡车陷在半道上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是啊，师傅，没有这批红松料子，咱们那200套家具工期非得被耽误了不可。这眼看就要到交货的日子了，老天爷想拦咱们就偏不让他拦。工期就是命，咱们程家木器养的招牌绝不能砸在这一场雨里。全场的小伙子们，都跟我走，卡车进不来，咱们就用肩膀扛，哪怕是爬，也要把木料给我弄进车间。厂长都拼命了，咱们还坐着干啥？上啊！对，绝对不能掉链子，大家伙一块使劲儿！大家伙再坚持一下，姜汤和热面条已经下锅了。所有人连轴转，落下的进度连夜给我补回来。好啊，程厂长，这批活做的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哎呀妈呀，200套啊！大河这厂子1个月就把大城市饭店要的货全给赶出来了，这工艺在省城也是头一份。程厂长，你们厂在暴雨天里还能保质保量，1天工期都没耽误，这信誉没得说。这是200套家具的全部款项，你数好，咱们当场付清。师傅，咱们这回真的挣了大钱了！大河哥，全场的老少爷们这1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。老少爷们儿，大河之前说过，只要大家跟着我踏实干，我一定带大家致富。跟着我程大河干的兄弟，以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有奔头。跟着大河厂长，天天吃五烧肉，发家致富。听说了吗？西柳村的程大河真的挣了大钱，成了咱们这10里8乡名副其实的万元户了。天爷呀，1万块钱啊，那得堆成多大一座小山呐！爸妈，200套家具的款项已经全部结清了，咱们家现在有钱了。小月的嫁妆家具全部由我亲手打造。师傅，这套红木家具要是拉出去，怕是连城里的阔太太瞧见都要嫉妒的直咬牙啊！全套红木家具抬出来，油亮红润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奢华的东西。田小月真是掉进福窝里了，羡慕死人了。
大河在这里由衷的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更要感谢全场的工人群弟和所有支持我的乡亲们。这杯酒，我敬大家！大河厂长好样的，新婚大吉，大富大贵！如果当初我没有听我妈的话，临时加彩礼，如果前世今生我都对她好一点，现在站在她身边享受全村人羡慕的厂长夫人，分明应该是我啊！小月，前世的遗憾都过去了，今生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才觉得这日子过得有血有肉，心里踏实。大河哥，往后的日子长着呢，只要咱们的心在一块儿，程家木器厂的名声会越来越响，咱们和乡亲们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。